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央赵丽颖谈浴火之路，戏就在我们之间浑然天成的流动。由伍佰执导，尚可编剧，肖央、赵丽颖、刘烨主演的电影《浴火之路》于10月1日全国上映，目前票房已突破1亿元。影片讲述3位丢了孩子的父母与残暴无情的人犯殊死对抗，余荒蛮枝的暴烈打拐，坚定复仇的故事。现实主义的底色被类型外衣包裹，绝望的悲苦人生在造梦的电影世界里，以一种更爽快的方式给了观众情绪宣泄的出口。上映次日，《浴火之路》票房破1亿。在影片中，3位主角背负各自的秘密，组成复仇3人组，共同踏上找寻被拐子女之路。肖央饰演的崔大陆是一个如虎版的狠人底色，社会大哥的江湖气中张，显对荀子的执着，表面的不正经之下隐藏着深刻而坚定的情感。赵丽颖饰演的李红英灵巧的在一路上平衡着3人组的关系，但如同兔子急了会咬人，在面对孩子丢失的巨大痛苦时，人物也展现出了坚韧和复杂的情感特质。近日，澎湃新闻联合微博电影首映敲门计划对肖央和赵丽颖进行采访，与2位主创分享在电影《浴火之路》中的合作经历与感悟。肖央和赵丽颖接受澎湃新闻专访，赵丽颖在谈到选择李红英这个角色时说道：“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，更多是一种缘分。”肖央老师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前辈，伍佰导演看过他之前的一些作品，是一位非常生猛有力量、很爷们儿的一位导演。我们相组合会碰撞出许多有趣的火花，便开启了我们的浴火之路。肖央从一位父亲的角度出发，阐述选择崔大陆这个角色的原因，对孩子的爱。崔大陆平时再怎么没正经的，但内心深处对孩子的爱是深刻在基因中，无法被洗去或者隐藏的。我喜欢这种表面不正经但内心深刻而又坚定的状态，非常深情。对于角色的理解，肖央说，北方方言中说一个人虎，常用来形容一个人莽撞的特点，但在崔大陆的角色之中，莽撞也体现出他的爆发力。他面对敌人随时准备冲进去跟对方撕咬，拼命得很劲。现在电影演完，可能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些虎头虎脑。赵丽颖理解自己所饰演的兔角色时说，平常大家看来，兔子是比较温顺可爱的，但俗话说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尤其是在兔子护崽子的时候。谈到与肖央的第一场对手戏，赵丽颖至今印象深刻。从那场戏中，能看出崔大陆与李红英特殊的关系，以及2人之间复杂的情感。崔大陆对李红英的掌控欲与占有欲，能解读出更深层次的内涵。肖央补充道：“当时我是下意识的，导演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说我这是干嘛呢？结果动作就是下意识这么做了。真的很有趣，仿佛戏就在我们之间流动一样，浑然天成。”同样都是为人父母，2位演员在诠释人物内心状态时，都被虐得够呛。向来感受力超强的赵丽颖，这次表示自己根本不敢感同身受。肖央透露，片中小叶子被找着的时候，他在现场真的能感受到奇迹的发生。那感觉就好像真的有个孩子走丢了，最后能跟家人团聚一样，3/1000的奇迹，瞬间那眼泪就像自来水一样，止都止不住。在那一刻，感觉角色故事与自己和现实融为一体。同时他还透露，当时3人组中正在开车的刘烨，本来也准备在这一段表演时哭，结果看到后座我哭成那样，他说他的把眼泪憋回去，笑着演吧。赵丽颖也在片中贡献了层次丰富而复杂的哭戏。在记者与她谈起其中一场在墨镜后流泪的设计时，她表示，哭
哭戏本身并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将情绪推上一个台阶。回想起来，剧中三人组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去宣泄情绪，寻子之路上情绪非常压抑，也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。剧中的哭戏对我作为演员而言，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一场戏，但对丢失了孩子的李红英而言，是一个情绪的出口。影片虽然结局出气出到爽，但拍戏的过程还是让演员备受煎熬。肖央在另一部正在上映的影片《出入平安》和不久前中秋档影片《祝你幸福》中，也都扮演了苦苦挣扎于现实泥沼的小人物，每一部都是虐心又催泪。在谈到未来角色选择的话题时，肖央表示，接下去更希望去演一些轻松搞笑的角色，好久没演喜剧片。而已经与肖央合作过《谁是凶手》《浴火之路》2部作品的赵丽颖表示，如果有机会三搭，希望二人可以扮演兄妹。2. 给王俊凯、赵丽颖新片让路，70岁成龙，63岁刘德华不得不低头了。经历了今年电影暑期档的平淡，国庆档的多部新片汇聚，同时上映，争夺市场，纷纷为吸引观众努力。749局浴火之路志愿军、存亡之战危机航线熊猫计划、出入平安爆款好人之子青绿，还有2部主要针对儿童的卡通片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6》皮皮鲁和鲁西西之309暗示。但从预售来看，国庆档的票房格局基本已经注定。电影圈的新力量王俊凯749局，赵丽颖浴火之路目前和志愿军2一起领跑大盘。其中749局虽然口碑差，但上映1天票房就破了2亿。刘德华的危机航线已经被甩出一大截，上映3天票房没有破亿。连续多部电影表现平平的成龙，这次的熊猫计划也被压到上映2天都只有7%左右的排片率，上映2天票房暂时还在朝着5000万努力。市场是最直接和残酷的。70岁的成龙，63岁的刘德华，虽然还兢兢业业耕耘在电影的第一线，每年都在努力拍片，但票房号召力和市场认可度已经大不如前。尤其是港星和港片，近年在内的市场屡屡遭遇滑铁卢。今年成龙的传说、张学友、谢霆锋主演的《海关战线》都表现惨淡。今年目前只有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一部港片成绩亮眼，反而被认为是黑马，激动到片方火速宣布要追加再拍2部。熊猫计划是成龙大哥加国宝的配置，跟上了这些年的熊猫热度。但影片中的熊猫并非之前传言的顶流花花，而是一只动画虚拟的熊猫叫呼呼。导演是德云社的张鸾，开心麻花的魏翔当男2号。整个故事剧情依然是非常老土的，国宝被坏人盯上，在片中自己演自己，国际功夫巨星 Jackie 的成龙出手解救，最后坏人被抓，上演皆大欢喜的结局。预告片也直接相当于剧透了，连一点悬念也没有，可能生怕观众看不到电影吸引人的内容了，感觉是把能放进去的都放到预告片里了。该片从最开始的熊猫特工改名 P 计划，又改名我不是熊猫，最后又改成现在的熊猫计划，还没上映就经历3次改名，可见其中的纠结。目前票房并不算太理想。刘德华的危机航线也不好过，上映3天，排片已经低至6%左右，票房目前暂时也没有破亿。作为一部劫机题材电影，想要拍好，难度不小。导演是近年作品表演平平的彭顺，上一部《惊天救援》豆瓣评分4.8，全靠刘德华一个人，目前已经很难撑起票房。今年春节档，他和导演宁浩合作的《红毯先生》口碑和票房惨败，撤档又重映，就是一个例子。这样的情况，67岁的葛优也在面对。
尽管葛优现在拍戏比较佛系，近年并没有像成龙和刘德华一样高产，但他主演的宁浩和徐磊执导的《爆款好人》，这次的排片和票房相当不乐观，目前票房还没过1000万。这是一部喜剧片，延续了之前《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》单元以及《我和我的家乡之北京好人》单元里张北京的故事，是贴近现实的喜剧题材。这种类型片照理说应该是节假日观众的首选，但这次预售表现力却很乏力。市场变了，观众变了，大家的口味也变了。70岁的成龙，63岁的刘德华，在这个电影国庆档不得不低头，给王俊凯、赵丽颖他们让路了。对此你怎么看？